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不管白色衣服上有多少黄色黑字，水里加它，就可以将白色衣服清洗得干净白皙。夏天来了，又到了穿浅色衣服的季节了，不仅容易穿搭，随意搭配都好看，而且穿起来还非常的凉爽。但烦人的是，衣服的领口、袖口上经常有黄黄的污渍，怎么洗都洗不掉，甚至有的衣服去年洗干净才收回柜子，现在从柜子里翻出来就已经变黄了，洗吧洗不干净，扔吧又舍不得，怎么办呢？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如何正确的清洗黄渍，让黄渍一搓就掉，解决衣物发黄的问题。首先要知道为什么会发黄，除了晾晒时间过长容易出现发黄，出汗也会造成衣物发黄。汗液中除了含有水、无机盐、尿素外，还含有乳酸、脂肪酸等多种氨基酸。汗渍是最常见的罪魁祸首，特别容易使得白衬衫发黄。这时就会有很多人使用大量的洗衣液来清洗袖口和衣领，但是依然撼动不了附着的黄色污渍。这时大家就容易走进误区，会选择一些消毒液或者是白醋之类的来清洗。其实这样是不对的。首先，巴斯消毒液不要用，因为它有点漂白的作用，所以很多人都会用它来清洗变色的白色衣服。用这个方法是能够起到作用，但是晒干之后很可能就会变得更黄，因为巴斯消毒液具有一定的腐蚀性。这种腐蚀性主要表现在让衣服的布料变脆，再就是让衣服泛黄。那些用过巴斯洗过的布料，在以后的时间里比其他的衣服更容易变黄。第二就是不要用花露水。也许你听别人说过用花露水有用，其实它的成分没有什么特别，主要是一些酒精，还有就是不合成分。要说去除味道也许有作用，但是让泛黄的衣服变回来，效果基本是没有的。再就是有些花露水其中含有一些油性物质，可能会让本来就不好清洁的衣服染上油渍，变色就更麻烦了。第三，白醋不要用，用白醋浸泡衣服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这样做。白醋其实没有什么作用，它就是调味品，本身没有什么去污的作用。加之白醋浸泡衣服没有什么效果，衣服反而容易染上白醋的味道，变得难闻。这个方法可以说是比较麻烦，却没有什么效果的。以上三个是没有什么清洁效果的办法，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比较有用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在衣服的黄渍处抹上少许的牙膏，先涂上一点点，再把牙膏摩擦开。牙膏本来就是生活中的必用品，每天都需要用牙膏刷牙，口腔清新，去除牙渍黄渍，洁白牙齿。但其实牙膏还有很多其他的功效作用，就比如说用牙膏去除衣服黄色污渍。牙膏本来就有美白的功效，所以牙膏使用在鞋子或者是衣服上是有一定效果的。将牙膏涂抹开之后，现在就让它在一旁静置2分钟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这个时间准备一盆清水，可以多一点点，方便浸泡清洗。
往里边加入2勺食用盐。有些朋友会好奇，为什么用食用盐呢？衣服发黄，大多数是因为衣服上沾染汗渍，汗渍里面含有蛋白质，蛋白质经过氧化之后就会慢慢发黄，而加入食盐可以很好的去除残留的蛋白质。再加入一点家里用的洗衣液，将它搅拌均匀之后，再把衣服放进去，先简单的揉一揉，搓一搓，搓出泡沫，然后再浸泡5分钟，需要用足够的时间来使污渍软化。如果污渍面积比较大，比较顽固，那么就要延长浸泡的时间。时间到之后，我们来搓一搓看看。这件衣服最重要的就是领口处，这些都是汗渍所引起的，所以我们就着重洗领口，看看效果。哇，太神奇了，半分钟不到就全部搓洗干净了。所以说这个方法是可行的。如果呈现在衣服上的都是局部发黄，一块一块的，第一是没有洗干净，在衣服上面的残留物发生了氧化变化，这个没洗干净，既有可能是皮质油垢，或者是丸子没有洗干净，也有可能是洗衣液、肥皂等这些清洁产品没洗干净。洗衣液没有冲洗干净，会使衣服大面积的变黄，所以白色衣服最好是多漂洗几遍。尤其衣服放在太阳下暴晒时，残留的漂洗剂或者是泡沫容易发黄发旧，所以有时就会发现明明清洗时已经洗得白白净净的了，为什么晒出来还会出现黄渍？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我们洗干净之后，最好用流动的清水进行漂洗，这样才容易清洗干净。这样我们漂洗之后就直接晾晒就好了。每个人都会希望自家居住环境能够常年维持在一个干净整洁的状态，但往往由于满繁的工作、快速的生活节奏、巨大的生活压力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在家务这件事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。所以如何简单高效的做家务，达到尽可能高的整洁效果就尤为重要。所以您学会了吗？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